今天呢，我陪着家人来办事啊。这个地方呢叫番禺区政务服务中心。应该从这边进去。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里面了。这边居然还有一些早餐店，供大家休息的地方，按摩椅、瑞幸咖啡等等都有。所以现在广州的这个政府的办事机构啊，也鸟枪换炮，而且给人一种呢，带有更多的服务性质，并且还有智慧政务大厅。就你可以用那些终端机器直接来办事，并且呢，这边有专门的取号机，你在这边呢可以取了号以后就可以看大屏幕上面它有叫号，去到哪个窗口办事。好，现在我们走到楼上去看一看。你看啊，这边除了有休息的椅子之外呢，还有拍照的、复印的这些一条龙的服务机构，当然都是要花些钱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到政府机构来办事了，大家也可以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看，现在这些政务服务部门呢，跟以前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个一个黑房子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感觉呢，就是从以前的衙门，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服务的机构、服务的窗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专门办不动产登记的大厅，就是你买卖房子要到这边来，就是需要在这样的地方办理手续、过户、领取房产证。当然，更多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服务啊。但是可以看到这一层基本上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那这几年房地产受到打压，有了一个大的回调，但是最近呢就开始有点见底了，看到大家在购买房子上面又慢慢的活络起来，有了更多的热情。你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窗口、柜台全部都是办理房产过户的。这个景象好像很多年未见的感觉。这边肯定是有很多的中介带着他的客户到这边来办理各种的手续。大家可以看看啊，我不知道国外的这些朋友啊，大家去办理房产过户是一种什么样的手续？但在中国呢，就必须是来到一个政府的大厅。但是现在呢，房产过户还是比较严谨，也比较安全。因为呢，你的钱是打到一个政府的账户里面，就只有完成了交易以后呢，他才作数，这个钱才会划到卖家手里。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就不大会有这些问题。你看这里会有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办理指引，你只要扫码就可以得到各种指引。就理论上来讲，你不需要中介，你自己也能来办。当然了，这个比较麻烦，所以很多人肯定还是委托中介来办理。这个外面呢，就是刚刚我们来过的亚运大道啊，一条正在进行扩建，其实并不是，就是以前呢是一条大道，后来建了地铁，现在把它重新恢复起来。那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呢，就在这个大道边上，边上呢多了一个地铁站，叫庞江站，3号线的一个延长线。好，现在我们更上一层楼，这里呢就是办一些老百姓其他的这种手续地方。比方我已经看到左侧就是公安的出入境的手续。就现在这种服务中心呢，就是把公检法基本上都全都
挪到了一个这个大厅里面啊，你根据你的需要呢，就可以去办理你需要办的业务。就是以前呢都是必须要去到一些专门的机构啊，有时候为了办一件事，你可能要去跑几个甚至更多的机构。但现在呢，其实都集中在一块了，所以它叫一个服务中心。你看看办这个出入境的人有多少？哇，这个是公安分局，太多人了，就看到老百姓对于出入境呢，这个还是有非常高的热情啊。这边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你看，有很多的这些工作人员会为你做一些指导。这边呢就是办税的地方了，就是各种纳税。现在中国纳税也是越来越要紧的一个事情了。那对于国外西方国家那种纳税呢，中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所以所得税呢，并不是一个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而在西方国家呢，所得税一定是最大的一个税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里呢，应该是办事大厅的第二层，除了税方面的，除了出入境以外呢，这边还有公安车管所啊，这些业务，比方说你要办理车辆的过户，你要办理驾照等等，都是往这边走的。好像上面还有一层，我们也去看看了，走马观花啊。趁着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把所有的事情集中在一块办理的一个服务中心。就这跟我们几十年前停留在中国办事去衙门那种完全是进到一个房间，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办事完全是不同的。这边呢也是综合窗口发证开办企业服务专区啊，这个对中国现在也是招商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办理企业登记啊等等非常有关系。看见还有写的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专区，就是有些特别的优惠政策吧。这边呢是办一些保税啊方方面面的业务。基本上啊，就是政府办事的几个大头大块呢，在这边你都可以完成，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这就有点像我们当年到日本去留学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当年在日本办事，全部就像这种敞开式的低矮的柜台。就大家对这个政府机构啊，就一目了然，里面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几十年以后，中国也慢慢学会了这种跟老百姓之间啊，就是没有门、没有窗，就是通过柜台面对面办事的这种方法，我觉得绝对是一个进步。好了，那我就在这里边随便拍一拍，我自己也了解一下，也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我的身后呢，就是番禺政务服务中心。刚刚已经在里面陪着我的家人办完事了。虽然里面有些嘈杂，人挺多，但是这个系统还是不错的啊。就你要在那边取个号，然后呢，你就到指定的窗口去办事。办完事以后呢，你在那边在等要取你的结果，或者是取你要的证件啊，就还挺快捷。一共这里面也就是待了半个来小时吧，而且我们今天也没有预约，
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要预约啊，就是来了以后就拿号在那边排队，总的来讲还挺快。就像刚刚我跟大家展示的一样啊，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分为3层，最大一层呢是下面的办理房地产交易的，这可以想象啊，支柱经济里面人潮涌动。那第2层呢，比较大的一部分呢是办理出入境的，这也是可以看到啊，最近大家对出入境想到外面去或者外面人要到这边来，这方面的业务还是非常的多。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税务方面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的一个收入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公安或者说车辆有关的车管所方面的业务。最后一个呢，在最楼上的一层啊，主要是企业有关的这样一些业务，所以大概就这么几块啊。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我们曾经来过这边啊，觉得人不是很多，现在呢可能业务量增加了，就感觉这栋大楼啊显得不敷使用了，将来也可能会要开辟更大的一个场所才行。好了，今天呢就是跟大家随意的分享一下啊，就感觉这个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啊，无论如何，因为经济的增长，人民思维的活跃，也就催生出了很多的跟国外看齐的一些政务方面的服务。那总体来讲呢，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啊，因为老百姓确实办事比以前容易了。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一个感受，所以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